大家好，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件啊，就是那个贤子啊诉这个朱军案。在我的这个右手边的这个呢，是中国央视的之前的著名主持人朱军，左手这边这个呢是这个贤子，就是告他性侵的啊，性骚扰的。说呢，那个时候在一个房间里面呢，朱军呢对他进行了长达50分钟的这个性骚扰啊等等。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关于这个他自己的自述吧，很多情况。今天呢，中国的法院终审判决呢是判决他败诉，证据不足啊，因为你没有人能够证明他当时摸了你，没有人能够证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周边证据不足，所以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在那个 Clubhouse 上混的时候，经常去聊这个话题，是吧？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啊，主要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个涉及一个根本的一个两种性别之间的这个平等，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平等的话题嘛，我个人呢特别喜欢这个话题。今天我也讲一下，我在推特上今天也跟人吵架，是吧？关于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吵架吧，就是交流一些意见。就是我们总觉得很多人总觉得呢，这个 Me Too 啊，这个东西这样子，我先待会儿再讲啊。我先讲我对这个案子本身这个两个当事人的看法。首先呢，这个贤子呢本身呢，我待会儿会放一个他这个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啊，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对于这个案件的这个态度，以及我个人对他这个态度怎么看。我先说一下朱军啊，这个右手边这个朱军，朱军呢，我大概我没有交集，我跟他没有交集，但是呢，我有两个朋友呢，这个跟他有交集，一个是在央视工作的，一个是曾经在因为朱军以前是主持这个艺术人生节目的是吧？是专门请这个中国的艺术家的这个节目的啊，又没声音吗？Hello，Hello，What？没声音吗？谁在说没声音？OK，然后这个那个主持那个一个艺术人生节目的，然后就有一个人呢，我的一个朋友呢，去参加了他这个节目，是吧？然后呢，在后台呢，就想去请他签名嘛，特别崇拜他。正好他为什么去北京参加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是正好他自己很崇拜的一个艺术家，去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啊，去由这个朱军采访。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又跑到后台去嘛，想找这个朱军签名。结果就在后台呢，就听到这个朱军啊，对他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艺术家，就说这老东西，给脸不要脸，不识台阶，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粗口啊，就说各种各样的粗口啊。然后呢，就让他一下子就全都之前的这种崇拜啊什么的，让他有一个180度的这样一个印象的转变。然后回来就跟我哭诉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还2000几年的时候啊，挺早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对这个人呢，就是大概有这个印象啊，这个人原来是这么背地里是这么脏的，是吧？其实因为我在上海是那个时候混那个配音圈嘛，其实我也知道的，尤其是上海的这个配音圈的一些老前辈啊，是吧？背地里其实也挺那个的，你跟他在台前的或者说配音的那种声音完全无法想象的，这是同一个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央视工作的朋友呢，也就讲这个朱军这个人啊，在央视的风评是很差的啊。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他被人告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也没有人出来替他洗白啊，没有人出来证明说啊，朱军这么好的，这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不确定是为什么啊，但反正朱军呢，在我这儿的这个印象是挺差的，两个朋友给我的一手信息啊，都是挺差的。所以对比下来呢，包括我看那个玄子自己的这个描述呢，以及很多人对他的质疑，我总体来讲说，如果我是个陪审团员的话，是吧？如果说我现在就这些资料的话，我还倾向于去相信这个玄子啊。当然，前提是还是要有一些证据，还是要有过硬的证据啊。如果说有证据情况下，或者有一个模棱两可啊，是或者不是，你信还是不信的时候呢，我还倾向于相信这个玄子啊。嗯，好，我们说到哪儿了啊？说到这个贤子啊，我现在放一下这个他美国之音对他采访的这个一个片段。4年过去，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是提出来这个问题：当女性在封闭空间里面遭遇性骚扰，她究竟值不值得？她的痛苦究竟值不值得重视？她的痛苦究竟值不值得重视？她在这个当中遭遇的困难值不值得司法程序去加以调查？值不值得我们最终得到公平？我觉得可能今天没有答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我觉得可能今天没有答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在了这里。
非常紧张，也非常疲惫，因为上一次开庭已经非常的困难了，所以不知道这一次会面对什么事。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了。它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不走这个过程的话，只是一个简单的法条的成立是不会促进一个实质的女性的处境的改变。性骚扰作为一个民事案由，出现在中国的法条里面，其实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做，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可能当下我们面对的法官，他可能并不了解女性的处境，特别是并不了解性骚扰，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境以及报案的一个困境。基本上就这样啊。它里面讲到一些，就是这个案件呢有它的积极意义啊，这点我是承认的啊。然后呢，有很多人对他的勇气表示钦佩，是吧？毕竟他对应的是这个对手是这个央视的大主持人，而且他在过程里面也受到了很多这个政府部门的劝他不要告了或者怎么样子啊，各种各样的阻挠。所以呢，我对他本人呢是表示一个尊重的啊。目前呢，我得到的信息对他表示一个尊敬的。但是呢，我对于这个 Me Too 啊，我们刚才在里面看到了有一些 Me Too 的这个便签纸上面的 Me Too 啊，包括还有很多人跟他一起合影的，有很多这种 Me Too 的东西。我今天在微博上就提出来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把 Me Too 这个东西，这个很有争议的东西绑架到中国的这个女性权益的或者中国的女权这个东西上面去呢？因为我以前对于 Me Too 的这个尤其我主要是从西方的角度啊，对于 Me Too 这个事情呢，所带来的一些争议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他的初衷很好，他希望呢呼吁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去控诉，去发起法律诉讼，针对某个人啊，如果经常受这个人侵害的话，我觉得这个初衷很好。但是到后来呢，就逐渐的变味道了，就不是说大家去诉讼怎么样子，而是呢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不要诉讼了，只出来指认一下，说一下，也不用负法律责任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就可以群起而攻之的这样一个事情，就开始逐渐变质了，你知道吧？现在 Me Too 现在经过几次，尤其是在前2年，很多时候指控这个川普那时候不指了一个大法官嘛，好像是都有人提出来说他有什么有问题啊，这个人很久以前对我怎么样的，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历史的性骚扰案，就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人对我进行的这个性骚扰，然后翻出来，在你没法证明的情况下呢，有的地方呢，像比如说澳大利亚的那个墨尔本啊，就还真就发生了这种几十年以前的东西还能定案了，所以各种各样的争议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到这一步呢，他已经违背了这个法治的精神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power 的，就是所谓权力的争夺了，就是当他比如说我指认一个人，然后呢，我其实不需要什么证据，我只要站出来说，靠我的口供就足够把他社会性死亡也好，或者把他彻底的这个击垮也好，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超乎法律以外的权利的博弈了，而且这个权利呢，它不受限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限制它，它是一个超乎在一切法律之上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指责嘛，它没有东西能够限制它。加上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案例，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样的东西，我看它在西方运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心里就是这玩意儿真行吗？对，我赞成这种，就是说大家女性应该鼓励女性站出来指认这个事儿，我觉得赞成。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去鼓励女性站出来指认，然后这里面还夹带了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呢，他要求他经常会看到跟 Me Too 在一起的会有一个 trust victim 或者 trust woman， 就是说相信女人。这个也是我今天在看到的这个选子的这个他有几个宣传海报嘛，一个是这个啊，这个是现在承受的困境和痛苦啊，付出努力换来的结果啊 ，OK， 这个真的是表示尊重啊。然后呢，就是希望可以下一个进入司法程序的受害者呢能够更轻松一点啊。到这个一步呢，我就觉得开始已经有点变味道了。我们当然是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司法，像性骚扰只是最近这2年才立的。所以呢，这个在上面的确是非常的落后的，然后这样一个愿意支持女性或者怎么样子啊，这都没有问题。我愿意支持女性，愿意反对性别暴力，愿意帮助弱势群体。但关键是这个句话，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 trust women， 就是希望下个女性呢可能得到更多的信任。西方的这个 Me Too 呢也有这样一个，就是让大家呢要相信女性。
如果说有谁呢对于这个女性啊她的指控呢提出质疑了，那你就是不相信女性，那你就要受到道德的审判，甚至受到这个所谓 cancel 取消。这个事儿就让我只是在观察西方啊，我觉得这个事儿让我特别觉得相当的不适啊，这个有一点就是变成了某种猎巫文化了。所以呢，我在这个贤子这个案子里面呢，看到了很多他的讲的话也好，他的主张也好，有好的，比如说呢，他希望通过他刚才讲的，希望这次呢通过这个法治啊，能够推进这个未来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我这个案子，然后我播下种子了啊，之后呢，然后进一步推进啊，作为开一个先河，这都是对的。然后从法治角度去推动都是对的，是包括呢这个案子呢能唤起的公共的意识，对于这个事情的意识啊，当然了。这个案子也换取了很多的反弹，就是所谓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诬陷的声音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不是最有意思 ，sorry，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说，哎呀，你被人在里面弄了50分钟是吧？而且那个地方还有进有出的啊，就50分钟有人有进有出，你都不跑，那你这是算什么？你这是施被骚扰吗？还是你在享受啊？还是怎么？反正各种各样难听的话啊都有啊，还是你长得样儿不好看，这身板太瘦，人家干嘛要？这种都是很典型的无德的人是吧？才会做出这样的这种判断，和这种指责啊，只是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最终还是我刚才说哪儿了？经常在这儿说到一半断片了，说的投入进去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西方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讲了，就是中国的现在法治不是不健全嘛？那么在中国如果搞一下 Me Too 呢？在中国如果弄一下这个运动，或者说让大家相信女性、相信女孩，那是不是更会跟西方不一样呢？会促进中国的法治的这个进步啊，或者怎么样子？我个人觉得真不会呀，我个人真觉得不会。我们就用这个道理来讲啊，所谓相信女孩就是什么呢？辩方啊，控方跟辩方嘛，你相当于是要求大家相信控方，就是控方的证词要比辩方的更有利一点。双方对峙的时候，大家要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控方，尤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取证、很难取证的情况下，你要更多的相信这个控方的这个证词，这个不就是违反法律精神吗？为什么我控辩双方大家都是靠证据，哪怕是周边证据吧，我不说直接证据，没有人拍下来，周边证据说有没有人经过啊，谁呀、怎么样子，哪个地方啊，地点的描述啊，周边证据你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博弈啊。然后最后你说呢？哎呀，因为女方的取证很困难，我承认啊，女方在很多情况下取证是很困难，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说要把这个女方的证词的效率提高，或者让举证的这个责任倒置啊。本来你想你指控我犯罪吧，你要举证据啊，你拿不出证据，然后说我就是你当时就对我干这事儿，你要证明你自己没干过。前面有朋友跟我说，在留言里面，我的推特留言里面说日本是这样子的，我很难想象日本是这样子的。OK， 或许呢，我认为啊，他可能在法律程序上面，他有一些倾向于女性，比如说取证的难度，女性不是高嘛，然后某种通过程序上面降低女性取证的难度或者怎么样子。但是我很难相信，在一个法治国家，要求法官在衡量，或者法官或者陪审团在衡量说他们两个人的话谁更可信的时候，要偏向于受害者的。这种事情在陪审团的啊，有陪审团的这个国家的确经常发生。我前面讲的，在墨尔本曾经发生过的那个案子，就是很有名的这个佩尔大主教的那个案子吧。当时我做过好多节目，就是陪审团经过好几次的拉扯，最后呢，相当于是硬把这里面所有人都说服了，还有一个人说服不了，法官就判定了啊，算了，你这一个人不算了，我就当你们全员通过，然后判了他。最后这个案子到最高法院被7-0全票推倒，实在太没有道理了。这个案子审得太糟糕了，等等这样子啊，就是除此以外的话，我想不出来什么地方你能够让我们脱离是男和女吧？我们就说这个法律程序里面，它是要让这个辩方在取证难的情况下，就控方在取证难的情况下呢，控方的这个证词效率更高啊，我无法相信啊。而且呢，就是这个事儿呢，Me Too 呢，长此以往呢，就会造成，我觉得就一定会造成滥用。
这个是我基于对于这个中国人的理解，好吧？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叫做“翻身农奴把歌唱”啊。中国呢，因为近代史上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所谓翻身农奴把歌唱，就是本来的你在权力博弈里面是绝对弱势的一方，比如说农民是吧，或者说佃农或者那样子，然后突然呢你解放了，你变成了无产阶级，变成了上层阶级了，然后原来的这个地主变成下层阶级了，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当你的强弱变化了以后，当弱者获得了权利以后，弱者会把这个权利滥用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看过啊，然后之后在反右、在文革里面不断的发生，就是原来的弱者突然翻身变得强者，然后突然他又变得弱者，不断的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今天在这个乐乐法律的推特上面，我回复嘛，乐乐法律今天发了一个说，美国有70%多的人都赞成要推翻这个美国这个选举人团制度，要采用这个就是绝对的票数啊，选举票，全国拿多少票，那谁就当总统。我当时就留了个话，我觉得，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出来的这个反贼啊，都倾向于右派嘛，都挺川普的相对更多一点，或者怎么样子啊，倾向于右派共和党嘛，因为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经过了文革啊，这个所谓文革啊、反右啊这种斗地主啊这东西呢，我们更倾向于恐惧这个多数人的暴政，而我们相比而言呢，就是如果要选择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少数人的暴政，是吧？所以他们才会共同偏向右一点。那么在 Me Too 这个事情里面呢，我觉得思维方式也是一样子的。你可以认为这是个东亚人种，整体的这样一个倾向。OK， 不只是中国人，东亚人种整体的一个倾向，就是他们是愿意，他们知道自己的传统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是需要去改变的。但是呢，当你改得太快了，而且你改的缺乏正义程序正义，就是解释不了啊，你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呢，就是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直接用影响结果的方式，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人的两个性别的这个对比啊，强弱对比给它纠正过来之后，就会造成强烈的反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韩国不是几个月以前刚刚大选吗？相信韩国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事情。韩国大选的这个最后的选举结果非常的微弱，赢的这个尹锡悦赢的非常的微弱，但是呢，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次把它抬上去的就是所谓的 anti-feminist backlash， 就什么意思呢？韩国呢，在大家可能还记得2018年那个时候，演艺圈也有非常强烈的 Me Too 运动，是吧？就是演艺圈这个大佬老是占着这个人家便宜，然后还造成某些女演员自杀，然后就民间掀起了这个 Me Too 的狂潮，揪出来很多这样的人啊。2018年的时候，民意调查80%的人啊，接近80%的人赞成这个 Me Too 运动，但是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运动下来以后啊，运动都是这样的，运动都会越来越激烈，都会越来越偏激，所有运动、群众运动都是这样子的。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偏激，乃至于造成强烈的反弹。所以呢，在现在呢，这个韩国的所谓反女权运动啊，尤其在这次大选里面是风起云涌啊！大家看这个照片啊，我给大家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大家最震撼你的是什么地方啊？我跟大家互动一下。这个照片里面，大家觉得最震撼的什么地方？当我看到这个照片以后呢，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你觉得最震撼什么地方？我简单跟大家互动啊，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我会等大家的这个回答。这个其实并不是女性居多了，但是呢，你明显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相当多人数的女性的在里面的。OK， 虽然他领头人物是个男性，但是有相当多的人数女性在里面的。这里面这个是《纽约时报》的啊，《纽约时报》是一个相对比较比较左的这样一个报纸啊，所以你可以想得到它里面所描写的这个角度啊，它用了一些用词都是在引导大家呢去仇恨这个反女权运动的，是吧？觉得不叫仇恨嘛，就是觉得这个反女权运动是一个退步，在他们看来。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大家有感觉到这种现象吗？这种感觉吗？就是现在的这个有很多这个所谓直男或者怎么样子啊，反正就是说对于女性的女权主义的
或者是这个拳头的拳，对于女权主义的这个反感程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是空前的，这是空前的。这个就是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跟韩国一样的，所有的群众运动，尤其是你没有根基的群众运动，最后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反弹这个结果。所以中国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这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像韩国这些人讲的，说你们在掀起一个性别对立，你们在仇男，你们本来是要女权的，但是你们现在好像变成仇男，你们不是要求大家要一起来这个人权，但是你们觉得这个女性受的冤屈更大，所以男性应该去补贴女性，男性应该相对于凡事都应该就是怎么讲呢？这种想法就有点什么，就是变成了逆向的歧视啊，本来是男性歧视女性的，然后你这个运动呢开始变味儿了，开始号大家来歧视，反过来歧视男性了，是不是这样？我相信会有个别这样的现象，OK，我相信会有个别这样的现象，但总之呢，这个是造成的这个两边的这种对立啊是很严重的，这种对立是无助于中国女性的或者韩国女性的这个地位的提高的。所以我刚才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啊，说无根之源，就是无根之木，无本之源，无源之水，sorry，无源之水啊，无源之水，就是说，在远东啊、东亚这块地方的这个，往往大男子主义比较兴盛的这样一个地方呢，也缺少这个基本的人文主义的这样一个地区呢，你要想把它这个改过来，男女之间的这个。所谓大男子主义啊，或者等等东西改过来，它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不是能够这么快的。哪怕在西方，这个 Me Too 呢，它已经到了它有一个社会的基础了啊，就是女性普选，大家有普遍的这个权利，都已经跟男性已经基本上接近要一致了，但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不平等地方。这个时候呢，它是有个根本的，在东亚社会缺乏这样的根本，不管是理论基础、文化基础还是民意基础，所以这个是你需要慢慢一点一点去迭代的，一点一点去就是日拱一卒的这样去做的，而不是呢，当然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任何的推手在，也推着他们是要赶紧把这个 Me Too 落实到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呢，群众运动就是这样子的，一旦你播下这个种子以后呢，你不需要他去推，自然会有很多人就是打着这个旗号往前冲，冲得比谁都快，最后冲的就是大家就变成了。不但是没有人去，大家不是一起去支持这个事情，反而是去互相抵触。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说中国出来的人啊，特别警惕这个群众运动，特别警惕多数人的暴政。我看前面有人在歪曲我的意思啊，我不是说我从中国出来的人反贼，特别拥戴少数人的暴政。我说，如果说二选一，如果实在没办法，这两个臭豆腐里面选一个的话。啊，可能还是选择少数人的暴政会比较多一点，所谓精英政治或者精英统治，我只是在讲这部分人的思维方式啊。很多人在质疑说，为什么这个华人怎么是老是投右派的票啊？这东西是啊，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吃够了共产党或者说极左的苦头，好吧？这个是留下了一种创伤后遗症，就算你不理解，你也要理解，然后我刚才说什么了？就是我这个就是无源之水嘛，无源之水这个话题。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个我提一个东西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以前怎么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吧？大家知道美国黑人在美国拥有投票权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宪法规定不能够因为他是黑人就不给他投票权，什么时候吧？很多人知道啊，就是个美国内战爆发完了以后嘛，1870年那个时候，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了黑人不能因为他是黑人就不给他投票权，是吧？那么美国宪法规定不能因为他是女人就不给他投票权，就是联邦宪法规定啊，不能因为他是女人就给他投票权是什么时候呢？整整50年以后，1920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难不成白人女人还不如黑人男性？就人权方面？过了50年以后，白人女人才赶得上黑人男性的这个投票权，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觉得一人一票这个普选制是与生俱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个选举制度诞生了以后，往往都是一开始是一小部分人啊，或者说这个人具有纳税啊，然后识字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这个中产嘛，就是
中产一个阶级的啊，然后他们有投票权，然后呢再慢慢扩大投票权。美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黑人一开始啊，就他认为南北战争决定了一个事情，就是黑人跟白人是平等的。这个既然是平等的，根据圣经的教义，你就不能够就不能够这个不同的对待，是吧？但是呢，圣经里面还规定了女性要 follow 男性的，是吧？所以这一步还没有突破。所以到那个时候呢，黑人有了投票权了，然后黑人呢，他也有相当于他也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好，或者怎么样子啊。那么到后面呢，女性为什么？因为女性一直没有经济基础，女性在这个分工里面长期处于一个从属地位。为什么到了1920年呢？一战打完了以后，打一战的时候呢，全世界各地啊，这个就是尤其是欧洲嘛，男性上战场，然后女性只好去进工厂招女工去做事情，那女性的经济地位开始慢慢恢复了，开始慢慢起来跟男性齐平了。那么这个女性的这个投票权的问题就水到渠成的解决。当然之前也有很多啊几十年的女性的这个女权主义啊，当时的为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这些人呢，在不断的活动。其实美国最早的一个州有女性投票权的，也是在1870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1870年左右，是哪一个州来着？就已经有了女性的投票权了。那个州恰恰就是男女分工相比来说比较平均的一个州，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是民主权利也好，或者人权也好，都是必须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都是必须要有这样这个10年甚至几十年的这样一个东西去迭代，去慢慢迭代的，日拱一卒的。而不是呢，关键是不是你要避免去从一个影响结果的角度去直接所谓结果平等嘛？就是我希望这两个人平等，是吧？我这个人拿10块钱，这个人拿2块钱啊，我就希望这个把这个人的10块钱里面扣掉4块钱给那个人啊，这个两个人都是6块钱，多平等啊！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的，你爽了一时，你可能害了更多的人，甚至害了2个人，甚至害了所有人。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是很多像我这样的右派自认为右派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凡是欲速则不达，你不解决好这个根源的问题，欲速则不达。中国的根源什么？我们说到关键点了，中国的根源就是有一句话，很多女权主义不喜欢听，是吧？就是女权即人权。当中国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基本的人权问题，还没有一个达到一个基本法治的这样一个程度。我们再说白一点，就是你的权利，你一个群体的权利是由什么决定的？你在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你就知道，我一个群体权利是由我的投票权决定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投票权，然后投票的时候，对方必须要考虑我这个群体的整体的诉求，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的在政纲里面加入我们所要主张的内容嘛，是吧？所以当女性有了一半的投票权以后，在议会里面有了一定的代表席位以后，自然女性的权利就会慢慢依然是慢慢的就会变得跟男性逐渐平齐。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方式的进步，男性跟女性呢在很多工作上面和收入上面嘛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都是可以自动化了嘛，是吧？甚至女性呢还有超越男性的一个在有些行业里面有超越男性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呢，你才能实现一个这种。那么中国现在连投票权都没有，中国的人大里面只有几个点缀的这个女人，不是人大，当然也有人大，包括更上层的委员会呀，包括这个常委会，这个最高机关的政治局里面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女性，有吗？哦，江青对吧？就出现过一个江青是吧？邓颖超应该从来没进入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以。在这种权力结构下，这种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构下，你怎么可能通过这样一个 Me Too 去实现女性的权益呢？你只可能会被拿来当枪使，不管他们是想把你作为枪，还是想把你作为靶子，你只能给人当枪使，是吧？这个是我的一个思考的基本逻辑。当你没有达到一个社会基本层面的对每一个人的这个权利的重视的时候，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强者是弱者不管是哪一种弱者，这个社会有很多弱者，女性相比于男性总体来讲是弱者，然后但是你还有穷人跟富人的弱者，还有残疾人跟非残疾人的弱者，这个强弱的对比，没有这个国家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宪法里面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宪政没有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然后你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Me Too 的方式去改变，我觉得是，对吧？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而且呢，最后就会造成人心离散。中共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把你的打散嘛，让你们互相就是群众斗群众嘛，是吧？你最终就会只能造成一种群众斗群众的局面。群众斗群众以后，那谁都想讨好上面，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所谓的粉红女权主义者这种奇葩的事物，就是觉得大家不要闹，听中央的是吧？中央会把我们这个女性权利安排的妥妥的，不要听这个，不要发挥王是吧？不要让这个外面的人去掺和这个事情，要出现这种奇葩。好，不好意思啊，讲的比较乱啊，我跟大家还是互动一下，在互动里面，可能我会找到一些我丢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一些我讲错了，或者说我造成误解的东西啊。对，有朋友讲了嘛，连唐山这个事情啊，连这个铁链女这样的极端案例，妇联啊，包括这个彭丽媛都没有出来说话的话，就不用说什么彭帅这种事情了，是吧？像这种极端案例都没有人出来说话的话，那你何谈性骚扰这样一个看似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摸一把怎么了？那很多人家闹新房什么那个摸伴娘那种事情，现在还是这个是我最深恶痛绝的啊！我除了打小三以外，最讨厌看到的视频就是所谓的那种摸伴娘的事情，简直是吧？这也是那句话，无根之水啊，就是无源之水啊。我赞成的就是刚才这个贤子讲的，就是你必须要去你必须要有第一个是吧？然后呢，再一点点的让做事。但是我总觉得打着 Me Too 的旗号呢，可能最终呢跟你这个东西是相反的。Me Too 这个东西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负资产了，在我看来，女性权利的这个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负资产了，包括很多极端的女权的主张已经变成了负资产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初代的女权主义者，大家知道吗？叶海燕，大家知道吗？我今天在推特上呢，还跟叶海燕呢互动了一下啊。叶海燕现在好像最近她在有一些事情啊，很有争议嘛。然后我今天呢就表达一下我一个支持。我当时呢就是比较，我从一开始就是比较佩服这个叶海燕做的很多事情，就是真正的是从基本上的东西啊，从底层的东西、基本东西做起。他当时他不是捍卫女性权利嘛，然后他就开始成立工作室，然后突然发现这个国家最弱势的女性是什么女性？是性工作者，她们是最弱势的女性。所以他当时呢就开始呢就完全的就是把这个精力就放在这个方面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去反映这些人的情况。然后很多这个触目惊心的情况，就是当时啊，2012年左右的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微博还没有现在如此这种丧心病狂的封杀的时候，很多真实的消息就透出来了。后来还有人根据他故事拍了一个纪录片，差一点就入围了奥斯卡那个纪录片奖的这个名单啊。所以我是一直觉得叶海燕这样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摸爬滚打，看起来好像甚至而且很多人很反对嘛。当时有很多这种女权主义者就跟他划清界限了，说我们是在主张女性权利呀，你怎么去搞这个鸡的权利去了，是吧？就觉得划清界限啊，这个绝对不能搞啊。但是我反而觉得叶海燕才是真正的在这个弱势群体里面真正去做基本工作的人。他后来有各种各样的不顺啊，或者怎么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呢，叶海燕是我比较佩服的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吧，有很多讨厌他的人给他下了一个评语嘛，就是觉得这个人好像特别容易在别人身上发现善的一面，是吧？这虽然说是看似爱憎分明的，但是呢，他往往会看到别人身上好的一面，就是不去把所有的人，比如说你是男的，我就把你硬打成什么，你不支持我的观点，那我就跟你怎么样子。他往往是喜欢去跟人去，似乎有种求同存异的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民运圈也好，或者这个思想知识分子圈里面呢，有两个人我是比较我是比较喜欢的，而跟很多人不太一样。一个是叶海燕，女的是叶海燕，男的是肉唐僧啊。很多人可能就听得头很大啊，怎么会喜欢这两个人？在这两个人身上呢，我看到了一些特质，就是什么呢？而且这两个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保守主义者。其实他们都是保守主义者，他们都是
不觉得这个事儿能够很多事儿能够一蹴而就的。都是希望是通过彼此建立沟通、了解什么的，来达成自己的一个长远的目标的啊。OK， 不好意思啊，说的比较乱一点。有朋友讲 Me Too 走入了迷途是吧？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太过多的批评这个女权运动里面有一些这个不叫特殊吧，就是有一些极端的案例吧，就是有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的主张吧。因为那些主张呢说出来以后只能够让大家有口水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凡事需要有个根源。中国的女权的根源在于中国没有人权，中国没有人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设置是不可能让你有人权的。OK， 人权就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资本啊，就是没有人权，说的低人权是这个体制最大的资本，也是它能够赖以治理的，以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治理的这样一种资本吧，或者是吧这样一种工具吧。所以一切的一切，女权论其根本呢，还是跟这个整个政治体制呢是有根本性的冲突的。你在这个根源底下，你是不可能搭建起来这个女性权利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象牙塔的，好吧？看看大家有什么观点啊？有朋友提到散人那边，我在散人那边好像也有过一次，他提这个女权的，我当时也提了一点，就是我提了一点啊，就是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这个意见，就是现在在西方嘛，不是因为要避免啊男性怕被 me too 嘛，所以呢就是要凡事都要有 consent， 就同意啊，所以呢就到后面就变成什么呢？两个人呢本来呢谈恋爱呢啊，两个人你情我愿嘛啊，这个男女互相吸引嘛，很多时候是顺水，这个就叫这个叫什么？哎，我老是把这个词语忘掉了，这个是水到渠成的这个事情是吧？但是现在呢，你做每一步以前你要 consent 啊，我可以摸你的手吗？啊，可以摸你的手。啊，我可以亲你吗？可以啊。那我可以怎么样嘛？要说的比较具体，得到比较具体的回应以后，然后你才能这样子，你才能最大化的规避你的风险嘛。当时我就发了感慨啊，我至今依然是这么想的，说我宁可说的不好听一点，我宁可让我女儿生活在一个有可能会发生性侵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也不希望我女儿发生在一个凡事都要记录在案，凡事都要寻求，任何事情都要寻求，就双方处于这样严重的彼此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这背后的逻辑很复杂啊，这可以专门说一期。但是呢，我只是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你们这些直男癌都只是为了自己，是吧？都不是站在这个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很多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啊，往往这其实也是种诛心嘛，就很像很多这个气候变化者也是这样子啊，说你们都是不为子孙后代考虑的，我们都有子孙后代，好不好？反而相反是很多的极端的环保主义，他们是没有子女的。OK， 极左的很多人是没有子女的嘛，是吧？是吧？我们都是有子女的，我们不是不为子女考虑，我们也不是不为女性考虑。不要去想，好像这个人就是只是自私自利或者怎么样子的。更多的呢，还是要从这个制度的设计、法律制度的设计以及基本的人性的角度着手着眼啊。我想问一下啊，在这儿的各位女性，在我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女性，你们觉得中国人里面女性比男性更值得信任的打一，男性比女性更值得信任的打二，男女都是这个男女的信任程度没有什么区别的打三。大家可以显示一下啊，就是你觉得是女性更值得信任的打一，男性更值得信任打二，男女都一样的打三。我没有在引导大家啊，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啊，有很多人对于中国人嘛，中国人的民族性啊或者人性有偏见，是吧？我个人觉得，当我在审视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好，或者说中国人的很多这个丑陋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在我的概念是没有这个中国人是个男性还是女性的，没有太大区别。老实讲，因为当我想到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丑恶的事情，男性也有样本，女性也有样本，
当我想到一个比如善的事情，男性也有样本，女性也有样本，大部分事情 OK 好吧，我只是很多时候我建议大家思考问题也好，设计一个体系也好，比如设计一套宪法，我们都不希望在宪法里面加一个某某党必须是这个宪法的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的执政党，是吧？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在一个规则里面呢放入一个特定的属性，比如说我刚刚举了这个中国宪法的例子，再比如说你设计一套这个法律流程，说这里面的女性必须要享有某种特权，或者说澳大利亚最近呢，工党在推一个东西，要在澳大利亚宪法里面加一条说要让这个原住民呢，在澳大利亚的要建立一个委员会啊，这个宪法里面原住民写到这个宪法里面去，然后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要有一定的这个权利啊，这个议政的权利。我个人也是反对的，因为你相当于在一个规则里面写入了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这是很吓人的。任何规则都应该是不区分群体的，就是基本规则吧。我们说基本规则，我们不讲关于女性的什么法律啊，是我们基本的大法、根本的这个宪法，它必须是没有特定的属性、特定的指向的。OK， 这个这个写程序都知道啊。底层框架里面你是不能放一个变量的，好吧？好啊，今天唠叨的比较长了，比较久，而且比较乱啊，不好意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啊！感谢各位的陪伴，拜拜。